张先生，您担保的200万贷款已严重逾期，即将启动法律程序。周一下午，平安银行的客户经理打电话给我，通知了我这个消息。我愣住了，赶忙回道：我从没给任何人担保过。但是当我看到贷款合同上我的签名时，我瞬间明白了，这是我的丈母娘一手策划的骗局。她以为能把我当成随意拿捏的软柿子，甚至恶人先告状，一纸诉状将我告上法庭。我笑了，发自内心的冷笑。王桂花，你千不该万不该惹上我，准备好迎接我为你准备的惊喜大礼吧。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北京的秋天，天高云淡，本该是心旷神怡的季节。周一下午3点，我正在公司的项目攻坚会上，对着几十个技术骨干讲解下一个版本的架构方案。PPT 上的流程图复杂而精密，是我熬了3个通宵的成果。这个数据接口的并发能力必须顶住双11的流量洪峰，不能有任何闪失。我指着屏幕，语气不容置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本地。我皱了皱眉，直接挂断。做技术的最烦开会时被打扰，思路一断，损失巨大。可那电话异常执着，挂断后立刻又打了进来，1遍、2遍、3遍。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可能有什么急事？我冲大家歉意地笑了笑，快步走到会议室外的走廊。喂，你好，请问是张伟先生吗？我是平安银行个人信贷中心的客户经理，我姓王。电话那头是一个职业女生。我是张伟，有什么事吗？张先生，是这样的，您作为担保人的一笔200万元个人消费贷款，借款人李磊先生已经连续3个月未按时还款，目前已构成严重逾期。我们多次联系借款人无果，所以通知您作为担保人，履行连带保证责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贷款，什么担保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从来没给任何人担保过。张先生，系统里白纸黑字记录着，这笔贷款于半年前办理，贷款合同上有您的亲笔签名和身份证复印件作为附件。如果您不处理，我们将根据合同约定向法院申请冻结您的资产，并强制执行。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着实有些慌了。我要求核实，你们的合同一定是伪造的。电话那头的王经理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张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如果您对合同的真实性存疑，建议您尽快带上身份证到我们分行来核实一下具体情况。我们地址在西城区金融街。后面的话我几乎没听进去，满脑子都是200万、担保人、强制执行这些字眼。200万，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挂了电话，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感觉一阵天旋地转。李磊是我老婆李静的亲弟弟，我的小舅子。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立刻拨通了李静的电话。他是我们区妇幼保健院的护士长，这个点应该还在上班。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背景音里是婴儿的啼哭声和仪器的滴滴声。喂，老公，怎么了？我在忙呢。李静的声音有些急促。小静，你弟李磊最近是不是搞了什么大动作？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李静有些迟疑的声音：没听说啊，他不是一直在家待着，说是在研究什么创业项目吗？怎么了？
银行刚刚给我打电话，说我给李磊一笔200万的贷款做了担保，现在逾期了，要找我还钱。我把事情还是跟他说了。什么？李静也是呆住了。200万担保？怎么可能？老公，你是不是接到诈骗电话了？现在这骗子什么招都想得出来。对方自称平安银行，说的信息有鼻子有眼，环抱出了我的身份证号，让我去分行核实。那也不可能啊！李磊他哪有胆子干这种事？再说你也没签过字啊。小静，你先别激动，你仔细想想，大概半年前，咱妈是不是找我借过身份证和收入证明？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李静说道。妈说她有个老同事在什么理财公司，有个内部的高收益产品，专门给国企退休职工家属的福利，名额有限，想用你的名义买一点，给我们增加点收入。后来他说审核没通过，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也没多想。听到这里，我的心彻底凉了半截。老公，你的意思是这事是妈做的？李静的声音带着哭腔。不可能的，妈她怎么会害我们啊？她最疼我了。我苦笑一声，没再跟她争辩。你先别急，我下班就去银行看看，你在家等我，我们晚上再说。挂断电话，我再也无心开会，跟部门总监请了个假。我魂不守舍地冲出了办公楼。200万的连带责任，如果李磊真的还不上，银行就会从我这里强制执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我和李静结婚8年，女儿瑶瑶刚上1年级。为了瑶瑶能上海淀的重点小学，我们两家掏空了所有积蓄，还背上了300万的房贷，在5环边上买了一套老破小。我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经理，年薪税后50万出头，在北京这个地方，也就是个普通中产，每个月还掉2万块的房贷，瑶瑶的各种兴趣班，还有家里的日常开销，几乎剩不下什么钱。李静是护士长，收入不高，但工作特别辛苦，3班倒，没日没夜。我们俩省吃俭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就是想给女儿一个好点的未来。现在，如果这200万的巨债真的压下来，我们家肯定要被压垮的。出了公司，我打车直奔金融街的平安银行分行。在 VIP 接待室，我见到了那位王经理。他看起来30多岁，妆容精致，一身职业套装。张先生，这是那份贷款合同的复印件，您看一下。我颤抖着手接过那几页纸，借款人一栏赫然写着李磊2个大字，贷款用途是个人创业及消费。而在担保人那一栏，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张伟，下面是一个龙飞凤舞的签名。我死死地盯着那个签名，一股怒火从胸腔直冲头顶。这不是我签的！我把合同拍在桌子上，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签名根本不是这样的，这是伪造的。王经理扶了扶眼镜，见怪不怪地说，张先生，我们只认合同，如果您认为是伪造，需要您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笔迹鉴定报告。另外，办理这笔贷款时，我们核验了您的身份证原件照片和收入证明，手续上是齐全的。我要求看办理当天的监控录像。我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抱歉，张先生，这需要警方介入，通过法律程序才能调阅。王经理公式化的回答。我个人建议，您还是先和借款人以及您的家人沟通一下，很多时候这都是家庭内部的误会。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走出银行，我拿出手机，翻出通讯录，找到了那个我几乎从不主动联系的号码。
我丈母娘王桂花。电话响了3声，被接了起来。喂，张伟啊，有事吗？丈母娘的声音听起来一如既往的和蔼。我强压着怒火，一字一句地问：妈，我问您一件事，您半年前是不是用我的身份证给李磊办了贷款？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过了足足有10几秒，丈母娘才用一种理直气壮的语气说：哦，你说那是啊，是有怎么样？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给小磊办个贷款，让他做点小生意，你当时不是没反对吗？我气得差点把手机捏碎。我什么时候没反对了？您当时跟我说是买理财，您这是骗，是伪造签名，是犯法的，您知道吗？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骗不骗的，那么难听。丈母娘的声调也高了起来。我们不是一家人吗？小磊是你小舅子，他有出息了，你们脸上不也有光吗？我一个老婆子，不都是为了你们好，为了我们好，为了我们好就让我背上200万的债。李磊已经3个月没还款了，银行都找到我头上了。什么？那个兔崽子怎么搞的？丈母娘的语气里终于有了一丝慌乱，但她立刻话锋一转，对着我来了。张伟，你一个大男人，那么大惊小怪干什么？不就是200万吗？你年薪不是50多万吗？这点钱对你来说算什么？你先帮小磊垫上，等他生意周转过来了，马上就还你。你放心，他是我儿子，我了解他。我听到这话，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妈跟你说，小磊最近谈了个女朋友，人家姑娘家里条件好，小磊没个像样的车，没点事业，人家能看上他吗？妈，这也是没办法，你当姐夫的就不能帮衬一把吗？你老婆小静知道了，也肯定会支持我的。然后电话里就传来了嘟嘟嘟的声音，他竟然直接挂了我的电话。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回到家时，天已经全黑了，一进门就看到李静坐在沙发上，见我回来，她立刻站了起来。老公，怎么样？银行怎么说？我把包往地上一扔，疲惫地陷进沙发里，一句话也不想说。李静倒了杯水递给我，小心翼翼地在我身边坐下。我刚才给我妈打电话了，她都承认了。我喝了一口水，冷笑了一声。她倒是承认的痛快。她是不是还说让我先垫上，说这都是为了李磊好，为了我们这个家好？李静的眼圈更红了，她低下头，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小磊做生意暂时周转不开，让我们别逼他。还说那200万里有100万是给他买了辆宝马5系，剩下100万才是做生意。呵，好一个创业！原来是拿我的钱去买豪车泡妞。我感觉自己的血压又上来了。小静，你现在看清楚了吗？你妈和你弟他们从头到尾就是在算计我们，算计我们这个家。老公，你别生气。李静拉着我的胳膊，眼泪掉了下来。妈也是糊涂了，她就是太心疼小磊了。小磊从小就没爸，妈觉得亏欠他，心疼他，亏欠他，所以就可以把我们往火坑里推。我猛地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房贷已经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瑶瑶的学费、兴趣班哪样不要钱？我们俩有谁敢乱花1分钱？现在好了，平白无故多出来200万的债，我们拿什么还？把房子卖了吗？我的声音越来越大，瑶瑶被惊动了，揉着眼睛从房间里走出来，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爸爸！看到女儿，我心头一软，所有的怒火瞬间被愧疚和心痛取代。我走过去，把女儿抱在怀里，瑶瑶乖，爸爸没凶你，爸爸跟妈妈在讨论事情，你先回房间看会儿书好不好？
李静也走过来，帮女儿擦了擦眼角的泪花，把她哄回了房间。客厅里再次陷入死寂。过了很久，李静才开口，声音沙哑：“老公，那现在怎么办？”银行那边，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处理这个烂摊子。小静，这件事没得商量。第一，这笔钱我们一分都不会还。第二，我必须去起诉，告他们伪造签名、合同诈骗。起诉！李静猛地抬头，满脸的不可置信。要告我妈和我弟。老公，那可是你丈母娘和小舅子啊，这要是传出去，我们家以后还怎么做人？瑶瑶在学校会被人笑话的。现在是计较脸面的时候吗？我看着他，200万不是2万，也不是20万。如果我们不这么做，这笔债就会死死地定在我们身上。到时候我们房子被拍卖，账户被冻结，我被列入失信名单，工作都可能丢掉。你希望看到那样的结果吗？你希望瑶瑶跟着我们一起流落街头吗？一连串的质问让李静的脸色变得惨白，她瘫坐在沙发上，捂着脸痛哭起来。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我妈她怎么能这么对我？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心里也不好受。我知道，一边是生她养她的母亲和弟弟，一边是她自己的小家和丈夫，这种抉择对她来说太残忍了。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握住她冰凉的手。小静，我知道你难受，但现在不是软弱的时候。你妈这次做的事情已经不是偏心那么简单了，这是犯罪。我们退一步，他们就会进10步。今天他们敢伪造我的签名贷200万，明天就敢拿我们的房子去抵押，你明白吗？李静哭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我叹了口气，语气放缓了一些。我不是要逼你，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保护我们自己的家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我需要你的支持。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我把所有的利害关系、最坏的结果都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他听。李静一直在哭，从一开始的替他妈和弟弟辩解，到后来的沉默，再到最后的绝望。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擦干眼泪，看着我，眼神里有了一丝决绝。老公，你说的对，这次我听你的，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得到他的支持，我心里的大石头落下了一半。第二天一早，我就联系了大学时的同窗好友高明，他毕业后就进了顶级的律师事务所，现在已经是专攻金融和经济案件的合伙人，经验非常丰富。我在电话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本地告诉了他，包括我对我丈母娘的怀疑和通话内容。我靠，张伟，你这丈母娘是个人才啊！高明在电话那头都听得直啧舌，这妥妥的贷款诈骗罪啊！你小子也是心大，身份证和收入证明这种东西能随便借出去？我苦笑，别提了，当时就想着是丈母娘，能有什么坏心思？谁知道？行了，别自责了，这事儿性质很明确，就是刑事案件。高明立刻切换到了专业模式。你现在需要做几件事。第一，立刻去银行，以担保合同存疑为由，书面申请查阅贷款的所有档案，包括你签字的合同原件。第二，拿着合同复印件，找一家有司法资质的鉴定机构做笔迹鉴定。第三，你回忆一下贷款办理当天你在哪，在干什么，找人证物证，做一份完整的不在场证明。这些都需要时间吧？银行那边催得很紧，你放心，只要我们启动了法律程序，给银行发了律师函，说明这个担保合同存在欺诈，他们就不敢乱来。
银行在放贷过程中没有尽到审核义务，他们也有责任。这事儿闹大了，他们也吃不了兜着走。高明的话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好，我马上就去办。别急，高明又补充道：“张伟，我得提醒你一句，一旦走了刑事程序，你丈母娘和你小舅子那可就是要坐牢的。你想清楚了？”我沉默了几秒钟，脑海里闪过丈母娘那副理直气壮的嘴脸，闪过小舅子开着我的血汗钱换来的宝马去泡妞的得意模样，闪过我和李静为了几千块钱的房贷节衣缩食的日日夜夜。想清楚了，我一字一句地说，他们既然敢做，就要敢当。我不是圣人，我首先得保护我的妻子和女儿。行，有你这句话就行。这案子我亲自给你办，不把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的，都算我高明没本事。接下来的1个星期，我请了年假，全身心投入到收集证据中。在高明的指导下，我先是委托了一家权威的司法鉴定中心对合同上的签名进行鉴定，然后我正式向平安银行递交了律师函，要求封存贷款档案，并申请调阅监控。银行一开始还想推诿，但在高明搬出商业银行法和银监会的各种规定，并暗示将向媒体曝光他们违规放贷的丑闻后，他们的态度立刻软了下来，同意配合调查。同时，我找到了我司的行政和 HR， 调取了贷款办理当天我的打卡记录、会议纪要和邮件记录。那天我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一直在公司主持一个封闭开发项目启动会，几十个同事都可以为我作证，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我还是低估了我丈母娘一家的无耻程度。就在我等待笔迹鉴定结果的时候，周5的下午，我竟然收到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张来自区人民法院的传票。我被起诉了，原告赫然是我的小舅子李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竟然恶人先告状。我颤抖着手打开诉状，上面的内容让我差点气炸了肺。诉状里，李磊把我描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他说，那200万根本不是什么贷款，而是我主动提出要投资他的创业项目，双方是合伙人关系。他说，宝马车也是我同意购买的，是作为公司业务及接待用途。现在因为一点家庭内部的小矛盾，我就想撤资，还污蔑他骗贷，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和名誉损失。他要求法院判决，确认我们的合伙关系有效，并要求我停止对他的诽谤和骚扰。无耻，简直是无耻之尤。我把那张诉状狠狠地摔在地上，气得浑身发抖。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赖账了，这是倒打一耙，想把一盆脏水完完全全地泼在我身上，把一个清晰的刑事案件搅浑成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家庭经济纠纷。我立刻给李静打了电话，电话那头，李静的声音充满了疲惫和绝望。老公，我看到了，妈刚才把诉状的照片发给我了，还说如果我再向着你，她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她现在还有脸说这种话？她说是她一个远房的表哥在什么律所当助理，给她出的主意，说只要咬死是家庭投资，警察就管不了。最后闹到法院，法官看在亲戚的份上，也就是和稀泥，最后让你承担1半的损失就算了。我听着李静的转述，怒极反笑。好一个如意算盘，他们以为法院是他们家开的吗？我捡起地上的传票，眼神变得冰冷。王桂花，李磊，你们成功的激怒我了。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高明的电话。高明，别等了，把我们手上的所有证据
立刻提交给公安经侦大队，我要报案，告他们贷款诈骗，还有给我准备反诉，我要告他们诬告陷害，索赔精神损失费，1分钱都不能少。高明在电话那头说：收到，等着看好戏吧。笔迹鉴定结果比预想中出得更快。周一上午，鉴定中心就打来电话，通知我去取报告。结果毫无悬念，贷款合同担保人一栏的张伟签名与我提供的本人签名样本，在笔顺、运笔力度、字形结构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结论为非同一人笔迹。拿着这份报告，我感觉自己手里握着一把正义的利剑。与此同时，高明也通过他在银行系统的关系，拿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贷款办理当天的部分监控录像截图。虽然银行以保护客户隐私为由，拒绝提供完整的视频，但这几张关键节点的截图已经足够了。一张截图上，我丈母娘王桂花正满脸堆笑地将一叠资料递给柜员，其中赫然有我的身份证。另一张截图上，小舅子李磊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低头玩着手机，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最关键的一张是柜员将一份文件递到王桂花面前，指着签名处，而王桂花拿起笔，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下了什么，铁证如山。高明立刻将笔迹鉴定报告、我的不在场证明、银行监控截图以及我和丈母娘的通话录音，整理成一份完整的报案材料，亲自递交到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诈骗金额高达2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经侦总队对此高度重视，当天就予以立案，并成立了专案组。做完这一切，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剩下的就是等待法律的裁决。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经侦立案的第2天，李静接到了他舅舅，也就是王桂花的亲弟弟从老家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舅舅把李静从头到脚骂了一顿，说他不孝，胳膊肘往外拐，为了个外人要把自己亲妈亲弟送进监狱，各种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李静挂了电话，趴在床上哭了整整1个下午。晚上，他对我说：老公，要不我们就算了吧，只要能把担保撤销，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我们就别追究刑事责任了，行吗？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她要真有个3长2短，我这辈子都……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她善良，重感情，但在这件事上，任何的心软都是对恶的纵容。我坐到床边，把她揽进怀里，轻声但坚定地说：小静，你听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现在收手，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承认了他们诉状里说的家庭经济纠纷，那200万的债务，法院很可能判我们一人一半，那就是100万，我们拿什么还？而且你妈和你弟，他们会感激我们吗？不会的，他们只会觉得我们好欺负，以后会变本加厉。你再想想瑶瑶，我们如果背上这100万的债，她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她的兴趣班，她的未来，我们还能保证吗？为了所谓的亲情，牺牲我们女儿的未来，你觉得值得吗？提到女儿，李静的哭声渐渐小了。我继续说，你妈身体不好，她伪造我签名的时候，她去法院告我们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自己的身体？她为了你弟弟，不惜把我们全家拖下水，这份母爱，你不觉得太自私、太可怕了吗？小静，这不是不孝，这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家，是在维护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如果连自己的小家都保护不了，
我们还谈什么孝顺？李静在我怀里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她抬起头，眼睛虽然又红又肿，但眼神却变得异常坚定。老公，我明白了，我不会再动摇了。不管舅舅他们在说什么，我都不会再听了。这个家，我跟你一起守着。我欣慰地笑了，紧紧地抱住了他。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夫妻俩才真正地拧成了一股绳，坚不可摧。法院的传票成了压垮我丈母娘一家的第一根稻草。他们以为先发制人就能占得先机，把水搅浑，却没想到这正给了我一个在法庭上将所有证据公之于众，让他们身败名裂的绝佳机会。开庭那天，我和李静都请了假，高明作为我的代理律师，陪同我们一起出席。在法庭外，我们看到了我那盛气凌人的丈母娘王桂花和打扮得人模狗样的小舅子李磊，他们身边还站着一个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应该就是他们请的那个高人律师。看到我们，王桂花立刻把头一昂，露出一副不屑的表情。李磊则心虚地避开了我的目光。李静看了他们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挽紧了我的胳膊。庭审开始，对方律师率先发难，慷慨陈词，把诉状里的那套合伙投资论又声情并茂地讲了一遍。讲到动情处，王桂花还配合地挤出几滴眼泪，开始哭诉我这个女婿如何忘恩负义，如何欺负他们孤儿寡母。整个法庭里都回荡着他颠倒黑白的控诉。我坐在原告席上，面无表情，心里却在冷笑：演，继续演，你们演得越卖力，待会儿脸就会被打得越肿。法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年女法官，她耐心地听完对方的陈述，然后将目光转向了我们这边。原告代理人，现在由你方进行陈述和举证。高明站了起来，他没有急着反驳，而是不紧不慢地从文件袋里拿出第一份证据。审判长，我方首先向法庭提交一份由京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笔迹鉴定报告。高明将报告递交给书记员。报告明确指出，涉案的200万贷款合同中，担保人张伟的签名系伪造。此言一出，旁听席上一片哗然，王桂花和李磊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对方律师也明显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们准备得如此充分。伪造？不可能，那就是他签的！王桂花在被告席上尖叫起来。肃静！法官敲响了法锤。被告，注意法庭纪律，否则将你驱逐出庭。王桂花这才悻悻地闭上了嘴。高明微微一笑，拿出了第2份证据。审判长，我方提交的第2份证据是贷款办理当天，也就是2022年4月12日，我当事人张伟先生的全天工作记录，包括公司门禁打卡记录、项目会议签到表、会议纪要以及邮件收发记录。所有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张伟先生在当天上午9点至下午6点一直在其公司内，从未离开。我们还有几十位同事可以出庭作证。高明顿了顿，目光如剑，直刺对面的李磊和王桂花。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当事人当天根本不在银行，那份有着他亲笔签名的合同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隔空签的吗？李磊的脸已经变成了猪肝色，额头上全是冷汗。王桂花则死死地攥着衣角，身体开始发抖。审判长，高明紧接着抛出了王炸。我方现申请当庭播放一份关键视频证据。在法官的许可下，法庭的大屏幕上开始播放银行的监控录像。
当王桂花和李磊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当王桂花熟练地拿出我的身份证，代替我在合同上签下名字的画面被清晰地放大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王桂花嗷的一声，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瘫倒在椅子上。李磊则把头埋得低低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的律师，那个油头粉面的男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尴尬地推了推眼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审判长高明的声音在寂静的法庭里显得格外洪亮。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被告李磊伙同其母王桂花，通过盗用我当事人身份信息、伪造签名等欺诈手段，骗取银行贷款200万元。事后非但不思悔改，反而捏造事实，恶意提起诉讼，企图将非法债务转嫁给我当事人。其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对法律的公然藐视和践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3条，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贷款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根据刑法第246条，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根据民事诉讼法，进行虚假诉讼、妨害司法秩序的，法院可以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高明每说一条法律，王桂花和李磊的身体就颤抖一下。当听到5年以上有期徒刑时，李磊扑通一声，直接从椅子上滑了下来，瘫坐在地上。我错了，法官，我错了，都是我妈让我干的，不关我的事啊！他涕泪横流，丑态百出。王桂花也终于崩溃了，指着李磊大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为了谁啊？我不是为了你吗？现在你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法庭之上，母子俩反目成仇，上演了一出狗咬狗的闹剧。法官重重地敲响了法锤，肃静，肃静！他面色铁青地看着被告席上那2个不成器的东西，然后宣布：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李磊、王桂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在诉讼中涉嫌虚假陈述，妨害民事诉讼，本院将另行处理。同时，鉴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本院将依法将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休庭。随着法锤落下，这场荒唐的官司以我方的完胜而告终。走出法院大门，阳光灿烂，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压在心头几个月的阴霾一扫而空。李静的眼眶是红的，但她的脸上却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我们身后传来了王桂花凄厉的哭喊声：“小静，小静，你站住，你不能走啊！”她不顾法警的阻拦，冲了过来，一把抓住李静的胳膊，整个人跪倒在地。“小静，妈错了，妈真的错了，你跟张伟说说，让他高抬贵手，放你弟弟一马吧。你就他这么一个弟弟啊，他要是坐了牢，这辈子就毁了啊！”曾经那个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丈母娘，此刻鼻涕眼泪呼了一脸，头发散乱，狼狈不堪。李静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恨，也没有同情，只有一片死水般的沉寂。“妈。”他轻轻地开口，“路是你们自己选的，当初你们伪造签名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你们去法院告我们，想把我们一家往死里逼的时候，又怎么没想过姐弟之情？”他一根一根地掰开王桂花的手指，“从今天起，你好自为之吧。”说完，他挽着我的手，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王桂花的哭喊声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法院的效率很高，当天下午，李磊和王桂花就因为涉嫌虚假诉讼被处以司法拘留15天，并各处罚款5万元。这只是开胃菜。1周后，经侦总队的调查结果出来，证据链完整，事实清楚。检察院以贷款诈骗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他们还伪造了我的工作证明公章。对李磊和王桂花正式提起公诉。平安银行那边在得知我们已经报案，并且证据确凿之后，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分行行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又是道歉，又是慰问，表示银行在贷款审核流程上存在重大失误，将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他向我保证，那份担保合同即刻作废，我的个人征信记录也将在第一时间修复，绝不会对我有任何影响。同时，银行立刻启动了对李磊的资产追偿程序。那辆他用来炫耀泡妞的宝马5系，第一时间被银行拖走，进行了司法拍卖。哪怕是新车，也因为折价严重，只拍出了60多万，剩下的140万贷款本金加上利息和罚金，成了一座沉重的山，死死地压在了李磊和王桂花的头上。为了还债，也为了能凑钱请律师争取一个轻判，王桂花不得不卖掉了她现在住的那套老破小。可即便如此，也还差着几十万的窟窿。这期间，各路亲戚的电话像雪片一样飞来，有劝我们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有骂我们冷血无情的，甚至还有威胁我们的。我一概不理。李静换了手机号，彻底跟那些所谓的亲戚断了联系。我们明白，这些人在乎的从来不是亲情，只是怕被借钱，怕被拖累罢了。最终的判决下来了，李磊作为主犯，犯贷款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0万元。王桂花作为从犯，考虑到年龄和认罪态度，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这意味着他虽然不用立刻坐牢，但未来的4年里都将带着一个罪犯的标签，在社区的监管下生活。听到判决的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小雪，我和李静带着瑶瑶去公园堆雪人，瑶瑶的笑声像银铃一样在清冷的空气里回荡。李静看着女儿，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她转过头对我说：“老公，谢谢你。”我握住她有些冰凉的手，放进我的口袋里。傻瓜，我们是夫妻，谢什么？我是说，谢谢你让我看清了这一切，也谢谢你让我有勇气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她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以前我总觉得血缘大过天，不管他们做什么，我都有义务去原谅、去包容。现在我才明白，一个健康的家庭，首先要有边界，没有边界的爱，只会变成勒索和伤害。”我点点头，把他和女儿一起拥入怀中。后来我听说，李磊在狱中表现不好，屡次违规，缓刑的希望渺茫。王桂花卖了房子后无处可去，想去投奔他的弟弟，也就是我那个舅舅，却被舅妈拿着扫帚赶了出来。他最终在郊区租了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据说他一夜之间白了头。这些消息我和李静都只是听听，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理所当然，善良需要带点锋芒，真心要给对的人。对于那些把你的善良当成软弱，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的吸血鬼，唯一的办法
就是举起法律的武器，让他们知道老实人不是好欺负的。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